八爪鱼做梦也没想到，喜欢钻器皿的嗜好竟然成为两脚兽捕捉自己的把柄。对于郁郁久居人下的八爪鱼来说，渔民用到不讲武德的盐巴进行伺候，感受到皮肤灼烧快感的八爪鱼立马从罐子里面钻了出来。渔民为了生存，想出各种办法，在海里获得鱼类资源。生活在海岸边的渔民想出了利用塑料罐子捕捉八爪鱼。岛国里的渔民利用八爪鱼装器皿的习性，特意制造大量的塑料罐子，为八爪鱼提供藏身之所。所有的罐子会利用绳索按一定的距离串联在一起。为了将塑料罐子沉入海底，还准备了混凝土，将水泥和水搅拌均匀后放进塑料罐子内，只有这样才让密度小的塑料罐子沉入海底。水泥只填充了塑料罐子空间的1/3，也让八爪鱼有足够的空间藏身其中。等待水泥完全硬化后，就可以用来捕捉八爪鱼。大量渔船停靠在海岸边上。凌晨5点整时，渔民就开始陆陆续续登上渔船，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开船出发。船只在船长的操控下行驶到特定海域，太阳开始从海洋远处攀升，天空开始慢慢明亮起来。来到放置陷阱的海域，渔民开始将浮漂打捞上来，绳索通过滚轮快速地将陷阱收了上来。而这些塑料瓶罐是渔民昨晚上已经放置好的。现代化机器不仅节约了人力和物力，而且加快了他们收回瓶罐陷阱的效率。收回来的罐子按顺序摆放起来，渔船上的机器是为了收回这种罐子陷阱特意设置好的。收回来的罐子会有3位工人辅助摆放好，收上来的绳索和罐子会夹杂着大量海水。在甲板上工作的渔民不得不穿上雨衣，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罐子带上来的海水打湿衣服。装有水泥的罐子重量大约在6斤左右，罐子整齐划一的摆放好。耐不住寂寞的八爪鱼开始从罐子里跑出来，由于缺水再加上船只震动，使得它们不得不出来透气。所有从罐子里面爬出来的八爪鱼只能掉落在甲板上，有些八爪鱼还没跑出来，就直接被渔民给收了。八爪鱼万万没想到自己钻器皿的嗜好竟然成为渔民捕捉自己的把柄。被收上来的八爪鱼统一进入同一包间，为了能让八爪鱼活下来，在船舱内还准备了大量的塑料导管。八爪鱼的中文名叫章鱼。收回来的罐子被渔民快速的叠放起来。投放罐子并不需要诱饵，连接罐子的绳索足足有4公里长。收回所有罐子所需要的时间要花费1个半小时。接着他们会开船去到另一片海域再次投放罐子。大海的天气变化莫测，但也阻止不了他们继续赶海工作。船只以一定的速度向前航行，渔民也开始按顺序投放罐子陷阱。这样投放能让罐子按一定的间距沉入海底，同时也避免绳索纠缠和打结。恶劣的天气并没有打断他们工作进程，但势必会影响投放罐子的效果。投放罐子的过程中必须小心翼翼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绳索绊倒，特别是在船边投放的水手。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，投放罐子的绳子长度足足有4公里，而且他们一次性就投放了12500个罐子陷阱，每个罐子之间的间距在3.2米左右。投放完罐子后，他们会在尾部挂上一个浮漂作为标记。这样的工作并不简单，经常在拉扯绳索过程中刮伤手。空闲之时，他们会重新整理断裂的绳索。4个小时后，他们重新收回罐子，2个人负责传递和摆放好罐子，另一个人负责将罐子里面的八爪鱼抓出来。为了让八爪鱼自动出来，渔民也想出了用盐巴进行伺候。这种不讲武德的行为，如同锅台上长竹子，损到家了。八爪鱼以为找到了好归宿，本来很安逸的八爪鱼突然间感受到皮肤如同被火灼烧，不得不向外逃逸。八爪鱼属于温带性软体肉食性鱼类，然后它们最大的天敌竟然是两脚兽。罐子通过3个转动轮被收了上来，不出意外很快就出意外，收上来的罐子和绳索竟然纠缠在一起，他们不得不停下船只进行处理。这很大可能是放下罐子时没将绳索绷紧，也有可能是海浪太大引起的。拉扯了半天，竟然拉上来的绳索断掉了，这也意味着剩下的罐子和绳索无法收上来。这次预计损失了3000个罐子，而这些罐子将成为海底八爪鱼永久的归宿。此时太阳也开始下山，他们重新将收上来的罐子投入海底。虽然损失了3000个罐子，但还有9000个罐子可以利用。岛国里的人也会聘请一些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服务。到傍晚后，他们只好回岸休息。这次出海也为他们带来不少的八爪鱼，他们也会享用自己抓来的八爪鱼，放上各种调料就可以开吃。虽然种族不同，但他们的生活非常融洽。老板也有55岁了。吃完饭后，太阳已经开始下山，他们在码头船上睡了一晚，天还没亮，他们就要起床开始工作。来到放置罐子陷阱的海域，发现有几艘船只在附近作业，这样会让他们收回绳索时，有可能和他们的渔网纠结在一起。不好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，收回罐子时将他们的渔网也收了上来，这不得不让他们停下工作处理。处理的过程中，竟然还将海底的渔网和垃圾也一同拖了上来。经过一轮的处理，
事情终于解决了，他们不得不驶离这片海域，来到另一片海域的八爪鱼确实没让他们失望，有了收获后也让他们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收获到的八爪鱼，他们会拿到岸边进行售卖，这些八爪鱼正是他们财富的来源，也是他们工作的原动力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